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段影片，一条边境牧羊犬凌晨3点出现在了台北市卧龙街的派出所当中，不慌不忙，一会儿和警察叔叔玩抛球游戏，一会儿又十分乖巧地依偎在那里。值班的林警官说，起初自己还十分惊讶，18日凌晨他趁门打开溜进了警局闲逛，也不乱叫，个性十分乖巧，看样子不像流浪狗啊。接着是眼神交流，林警官突然意识到这家伙是不是走丢了，自己来报案。于是林警官去查看他的项圈，而狗狗也立刻兴奋了起来，就像他终于知道警察叔叔明白自己的意思了一样。果然通过项圈信息联系到了狗主人，在等待的过程中聪明的边境牧羊犬开心的在所里爬来爬去，看见大家都很忙，就自己乖乖的趴在值班台发呆，如果见警察叔叔有空了，就立刻咬着球过去要丢球游戏。所以这是真的吗？边境牧羊犬边牧真的会自己找警局来报案？听说过边牧聪明，智商相当于7岁小孩，但这好像不止7岁吧。继续查询，原来无独有偶，英国的这只边牧也是被烟花吓到，走失后自己淡定地穿过自动门来到警局报案，十分安静地趴在等候区的座位旁等候警员的接待。事后就连警员也感叹这太聪明了。还有摄像头里拍下过这样一幕，南京的一所警察大院中也走进来一条边牧，似乎大院太深，他还愣了一会儿，先是确认这是不是警局，在看到蓝色的公安字样以后一路小跑就进了内院，最终等来了自己的妈妈接自己回家。看来边牧自己会报案，这绝对不是传说。然而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狗？为什么这么聪明？又到底有多聪明？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边牧的词汇量到底有多大？不仅仅是狗主人，科学家其实也一直在研究这个课题。就像影片里这条会写字的边牧一样，据主人介绍5岁了，先前是能听懂大约100多个字词，现在在训练下竟然能听写出20-30个字了。还有更神的，当主人问7减1等于多少时，狗狗竟然叼着笔写出了7减1等于6。这是算式啊，太神了吧！狗主人是不是作弊了呀？但事实上，早在1994年，著名的犬类心理学家斯坦利·科伦就出版过一本《犬类智商》，将边牧的智力定为最聪明的狗，并且预言边牧可能有类似于人类的主动思考和逻辑推理能力。然而当时的研究最前沿，灵长目、黑猩猩都还没有确认拥有这种高级大脑功能呢。一条大脑容量如此小的狗，怎么可能会独立思考、会推理？更何况除了边牧，你书里提到的其他聪明的犬种，贵宾犬、德国牧羊犬等等等等，也都毫无思考推理的表现呢。如果只是个别边牧经过训练拥有了类似的表现能力，那你的预言并不严谨。也确实，当时这些质疑斯坦利教授的观点一点儿也没错。边牧属于犬类，犬类和灵长类、鲸豚类比，确实算不上聪明。如果你硬要说边牧有思考推理的能力，那除非边牧不是狗，因为思考推理这已经完全超越了狗犬类的大脑结构范畴啊。然而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随着边牧走进越来越多人类的家庭，我们如今听到最多的一句形容就是狗是狗，边牧是边牧。在很多狗主人的视角里，边牧真的早就已经脱离狗的范畴了。比如这段经典的边牧 vs 哈士奇的影片，边牧在敏捷测试中像一条闪电，而紧接着哈士奇登场，那憨憨的样子也好像一条闪电。还有更夸张的，跟主人去取钱，哈士奇被一块陌生人的饼干轻易就勾引走了，而边牧则十分老练的来放牧哈士奇，咬着它的绳子，将它赶紧拉回了主人身边。除了狗主人的直观感受，科学家的客观研究也一直没有停止过。2004年，德国动物心理学家朱利安训练自己的边牧，认识了200多个词汇，并且发表论文声援了斯坦利教授的研究。具体的实验方法如下，就是在一堆砸烂的物品当中当你说锅的时候，边牧就给你叼过来一个锅；说奥特曼的时候，他就给你叼过来一个奥特曼。这就证明他认识了锅和奥特曼这2个单词。更形象的解释，我们可以参考这段搞笑影片。网友躺在床上，咳了一声，狗狗立刻心领神会地跑进来，进门后还不忘按一下语音开关。然后主人说：“传朕圣旨。”他竟然这也听得懂，立刻叼来一包纸巾。随后主人摆摆手，狗狗也懂了，
出门前不仅连续2次按按钮奴才告退，还主动的关上了房门。于是我们可以说，这里的边牧已经掌握了圣旨等于止，突然咳嗽等于你过来，摆手等于退下并关门这3个词汇。接着2008年，奥地利的一条边牧贝奇在科学实验中认识了340个单词，并且表现出极其聪明、善解人意，就像这里传真圣旨一样，有很强的联想思考的能力。因此贝奇登上了国家地理的封面，接受专题报道。这确实不是一条狗，而是一只边牧。然而343岁儿童的词汇量，这真的就是边牧的上限了吗？一位叫做约翰皮里的教授，他常年与斯坦利教授一起工作，他训练了自己的边牧切瑟，仅训练了3年，切瑟就认识了800来个词汇。2011年正式论文发表的时候，切瑟在科学实验当中词汇量是1022个，并且论文证实了切瑟为什么能认识这么多词汇，因为他似乎使用了逻辑推理的能力。大概就是说，他拥有举一反三的能力。比如，他已经认识了铅笔，那么当你说钢笔的时候，他可能不认识钢笔，但他能够判断这应该是笔类的某种东西，长得和铅笔类似。而钢，他能够判断出和所谓的钢琴、钢铁类似，于是两者结合逻辑推理，他就能精准地找到钢笔，并且从此以后认识钢笔。这太强了！要知道，就连孔老夫子当年都感叹过，如果教他一个方面，他不能推理出另外3个方面，那就不要教他了。由此可见，哪怕是很多跟孔夫子学习的学生，也做不到举一反三，而这条边牧呢，却可以。然而，继续破解为什么边牧可以举一反三。2013年，著名的科普人尼尔泰森在纪录片里说，据研究，边牧切瑟所表现出来的思考和推理能力与它染色体上 cTNND2 基因变异有关，这是一个控制大脑神经元重塑的基因，我们人类的推理和思考能力也来自这个基因。还是以铅笔为例，从铅笔推理到钢笔，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大概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铅和笔这2条认知神经元都是连通的，可当钢笔出现的时候呢，大脑神经元能立刻重塑，自主找到一条分别连通钢和笔的通路，并且形成新的记忆认知，十分的神奇啊！在这之前呢，动物心理学家从来没有想过犬类竟然有这种高级能力。这也许就是边牧是边牧，狗是狗的真正原因之一吧。更深入的研究还在持续当中。另外还补充一点，那就是为什么切瑟的词汇量是有零有整的1022呢？原来这并不是切瑟的天花板，而是因为训练到2011年的时候，年迈的主人皮利教授就已经力不从心了，他已经跟不上切瑟的认知了，他有时候都已经无法记住更多的词汇了，于是停止训练。随后老教授进入了临终期，几年后与切瑟相继去世。然而有人要问，为什么如此聪明的边牧却很少看到它们被当作警犬或者导盲犬使用呢？其实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说说过于聪明的副作用了。2023年，山东泰安突然出现了这样一则让人哭笑不得的寻狗启事，说途中黄狗被途中黑狗拐出门扔掉，黄狗路痴，没有自己回家的能力，望好心人帮忙转发。所以这桩丢狗案是途中的黑狗这条边牧策划并执行了拐卖案件吗？是说拐丢黄狗以后，黑狗自己回家了吗？这可能吗？黄狗黑狗不都是狗吗？继续了解，原来主人说黑狗叫做图图，是只边牧，很聪明。案件的起因是2只狗子争宠，图图气不过，就自己打开门，拿着黄狗金毛的狗绳出去遛狗，遛到很远的地方，把金毛一扔，自己回来了。随后我们还在监控里看到了图图拐卖金毛的全过程，这真的是狗吃狗，边牧是边牧啊！幸好第3天金毛被找到了。而当询问图图的作案动机时呢，狗主人说可能是因为图图吃醋了。金毛自己已经养了5年，图图是后来的，可前段时间呢，由于金毛生崽，自己对金毛的关注就明显更多，结果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小图图竟然吃醋把金毛给卖了。所以为什么边牧这么聪明却不能当警犬？因为它太聪明了，聪明到了各种心思主人都意想不到。这要是在战场上，你喊一句给我上，
结果搞不好他就先把队友卖了，然后再委婉的跟你说，身为主帅，你不应该说给我上，你看你这句话把金毛害死了吧，你应该说跟我上，对不对？这样你才像主帅嘛，你先冲，我殿后。因此我查询了一下，边牧在警队当中一般都当作独行侠、嗅探犬来使用，绝不让他们参与协同作战。好吧，故事分享到这里，我相信不少朋友都开始满心打鼓了。不对呀，我家那只边牧怎么好像没这么聪明，整天傻乎乎的，和哈士奇没啥两样啊。其实吧，有一种境界叫做大智若愚，也许你家那只已经了解到了，不能再聪明了，再聪明就要上班了。这是一只真的沦落到必须网吧打工才能养活自己的边牧。事情大概是这样的，2021年6月，江西南昌的一家网咖当中呢，一条黑狗突然窜了进来。那位刚刚在吧台撕开一根火腿肠的顾客被吓得不轻，拔腿就跑，而边牧紧追不舍，最终将那根火腿肠掠为战利品。但这事儿好歹是在网吧发生的呀，网吧老板能不管吗？自己被一条边牧踢了场子，以后还怎么混？于是老板决定找边牧谈谈，看得出边牧剃过毛，于是网吧老板推断这是一条有主人的狗，只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走丢了，可能几天没吃东西了，才会出此下策，网吧夺食。最后老板决定收养这只边牧，但是不可能让你白吃白喝呀。说来也巧，这只边牧十分的有灵性，立刻懂了老板的意思，开始对客人随叫随到，还认识座位编号。很快老板就给他买了一件马甲，接到下单以后呢，老板就让他用马甲给几号几号桌送过去，丝毫不错，而且手脚麻利，善解人意，不叫也不闹。就这样活生生的干了3个月网管，狗粮也从每月1袋加薪到了每月3袋，而老板的网吧因此火爆，很多网友都前来捧场，享受狗网管的服务，不仅能端茶倒水，还能撸。接着故事来到了2022年的杭州，还有这只被快递驿站雇佣的打工狗。只见他身前放着3个按钮，身旁放着一桌子鸡蛋和一个巨大的绿色篓子。每当有人要来扔快递箱呢，他就按响其中的一个橙色按钮，这时按钮发声，随着垃圾被正确的投放，他又按紫色的按钮，拿鸡蛋，拿鸡蛋。就这样，在他的指手下，大家有条不紊地回收着纸箱。可他身边还有一个蓝色按钮是什么呢？驻足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直到这个时候走过来一个小宝宝，他终于按向了蓝色按钮，原来是……看来这还是一只懂得工作和生活分开的打工好狗啊！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段子，我同事捡到一条边牧，聪明又可爱，但毕竟是有主人的，于是按照项圈上的电话打过去，好一顿折腾呢，边牧终于送还了回去。然后用我同事的话说，感觉狗主人还没他的狗聪明。那主人把狗养在车库里，狗学会了开车库门就跑丢了。几天之后呢，那狗主人又打电话过来了，说狗又丢了，还说自己已经改进了车库门锁，但还是没锁住那条狗。但我同事十分疑惑地问，那你打电话给我干什么呀？接着电话那头说，我是想问问你，这次你又捡到我的狗没有？真的是一个内涵的段子。边牧一定在心想，我上次出去就是被他送回来的，这次还会去找他，那岂不是又得被送回来？果然，看来这真的是狗比狗主人还聪明呢。好了，不扯远了，这个段子其实是在说，养边牧一定要慎重，你必须有钱又有闲，因为狗是狗，边牧是边牧，养狗都需要天天遛狗，而养边牧了，对不起，不仅要天天遛，它可是一种精力十足的牧羊犬，必须每天在大自然草坪中狂奔2到3个小时。如果你一直把它锁在家里，那它可能会想尽办法越狱，你锁不住边牧的。它只要看几遍你如何开门，就能很快学会。而如果你用一把打不开的反锁锁住它，那是否真的就像锁住一个天性自由的7岁男孩一样残忍呢？比如影片里的这只边牧，一连9次把球假装扔出栅栏，一脸可怜兮兮地看着路人，就希望路人捡球的时候能够陪自己玩一次抛球。边牧什么都懂。还比如这段影片里，聪明的边牧不慌不忙，竟然真的用自己无法发声的喉咙，缓慢地挤出了哈喽2个音节。仔细听，这不仅仅是鹦鹉学舌，它是懂得如何努力控制身体，模仿人类说话的呀。
其实这背后的原理呢，也和它身上变异的 CTNND2 基因有关，因为这个基因除了控制逻辑推理，也控制本能的模仿与学习。故事发生在2019年的英国德文郡，罗瑟琳家里添了一个新成员，7个月大的边牧，叫做小石头。这次好不容易跟罗瑟琳来到乡下短住，亲近自然，罗瑟琳也就寻思着，你不是牧羊犬吗？来，我教教你，这是羊，你要牧它们，懂了吗？牧它们，让它们跟着你的躯干走。说着，罗瑟琳还隔着栅栏自己比划了2下，看小石头似懂非懂的，罗瑟琳也就不再强求，哈哈一笑，忘了这事儿。毕竟自己又不是牧羊犬妈妈，怎么可能教会小石头如何牧羊呢？可结果第2天，罗瑟琳正在厨房里忙活，忽然听到客厅里传来很大的动静，她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拎着锅子就跑了出去。眼前的一幕让她眩晕，家里来了9头羊，这会儿正齐刷刷地看着自己。天哪！罗瑟琳费劲儿巴拉的把羊群赶了出去，又忍着恶臭清理他们的排泄物。而此时呢，小石头吐着他的舌头，探出了身子，就像在说“我学会了”一样。而罗瑟琳也瞬间明白了这一切的真相，原来是小石头干的。牧羊犬学习牧羊飞快，这是一种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接着，这里还有一段牧羊犬布莱恩的故事。布莱恩2到3个月的时候，主人就观察到了他特别善于模仿，会模仿女主人把自己的玩具叼到脏衣篓里去求洗洗，还会模仿男主人用牙齿开啤酒。稍大一点呢，就开始模仿男主人铲雪，模仿女主人跳舞。慢慢的，又开始模仿主人做瑜伽，还模仿练习倒立。到后来，甚至学会了主人的举止和手势，比如像这样萨瓦迪卡。然后布莱恩4岁的时候，高潮来了，主人终于系统性的把这一幕拍了下来。首先，布莱恩会模仿主人牵着自己的样子，自己叼着绳子牵自己上街。上街最开心的事儿，那当然是前往超市采购啊。采购的时候呢，布莱恩会拿购物篮找食品架，找到以后还会礼貌地叼取自己爱吃的零食。到了结账的时候，布莱恩也是模仿的惟妙惟肖，站起来一件商品一件商品的等着收银员扫描。最后直到付钱的时候，布莱恩才转过头看看主人。这绝对是成了精的边牧啊！主人付完钱，他还叼着购物袋自己回家。所以就差付钱这一个环节了。如果以后人脸识别可以用边牧脸直接付款，那真的再配合前面那个网吧打工的故事，边牧能送外卖了，还不需要电动车。这就是边牧可怕的学习能力。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主人教他学着自己的样牵马，他学会了牵马；学着主人的样骑马，他学会了骑马。结果马骑腻了，他就推理出人骑马狗骑人的全新逻辑。甚至有时候边牧不仅仅是学习人类，比如这位博主发帖说，建议有猫的家庭不要养边牧。首先，狗狗小时候还好，学猫走路，学猫喵喵叫，可长大以后呢，它完全对自己的体型没有半点数啊。猫坐桌子上，它也坐上去；猫躺电视柜，它也躺；猫上饭桌，它竟然也跳上去，桌子都要散架了呀。猫特别喜欢待在一块悬悬的玻璃上面，它这身材竟然也要上去。有一次，主人发现边牧最近怎么总是舔爪子、挠耳朵，还以为这是耳朵里有螨虫或者脚趾甲上有发炎什么之类的。主人立刻带它去宠物医院检查，但一切正常，就连兽医也十分疑惑，别的狗狗都没有这样啊。直到回到家里，主人才突然懂了，这家伙该不会是在学猫吧？舔爪子、挠耳朵，这不就是猫的典型行为吗？主人继续暗中观察，惊了，这边牧竟然学得越来越妖娆，好好的一条闪电牧羊犬不当，非要当猫精。甚至有这样一幕学猫舔爪子的对比，完全是边牧成精了呀。博主的帖子发到这里，有网友幽默地说，你就自求多福吧，只要他不学猫用猫砂那就好了。结果主人再次发上来这样一幅照片，他竟然真的开始用猫砂了，所有人都惊了。过了几天，博主又说学会了，学会用猫砂埋便便了。这真的是聪明心机、会推理、爱学习的边牧。大家如果要养，一定要事先掂量掂量，最好是能养一只大智若愚的那种，否则……好了，不扯远了。接着我们再来聊一个科学上的悬案，边牧竟然一代成神。
科学家说，目前世界上所有的狗狗，别管是腊肠、金巴、斗牛还是边牧，它们的祖先都是1到3万年前同一头主动亲近人类的狼，然后经过人类几千代的选种培育，长成了如今千奇百怪的外形。但事实上，它们都是同一个物种，任何2种狗都可以互相杂交生下同时具有父母双方特征的串狗，它们没有生殖可离。然而，如果在这个科学语境下继续追问，那为什么狗是狗，边牧是边牧呢？其实这个问题相当惊悚，因为边牧一代成神，这是什么意思？比如哈士奇，它从楚科奇狼变成拉雪橇的工作犬，再变成今天的2哈宠物犬，据估算，整个过程至少人工选择了200到500代。再比如秋田犬，它从传说中能斗熊的幼鬼犬，被一代代培养成今天的样子，至少也经过了20到50代。而金巴这种老佛爷喜欢的犬种，从狮子犬、北京犬慢慢一点点培育，整个过程就像把鲫鱼培养成金鱼一样，十分的漫长。可边牧呢，说出来不仅你不信，很多生物专家也不信呢。它是一代就变成了边牧。所谓的一代成神，世界上第一只边牧叫做老麻，它诞生于1893年的英格兰北方边境，它几乎和今天的边牧毫无区别。而老麻的父母呢，则不是所谓的边牧，母亲是一条沉默寡言的黑色土牧羊犬，父亲是一条黑白中3色、性格温和的土牧羊犬。就这样，2只在英格兰、苏格兰生活了不知道几千年的土狗一结合，仅仅1代就诞生了老麻。而老麻的后代就是今天所有一切聪明到可怕的边牧们。这是为什么？除了用天意来解释，几乎无法客观的回答。比如，就以神奇的 CTNNDQ 基因变异为例，仅仅老麻一代，该基因就突然巨变，表达活跃，就像《原星崛起》里的凯撒一样，也是一代基因突变就变成了比人类还聪明的灵长类。其实老麻这就是现实中的凯撒呀，一代之间突变成人。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真的是正确的吗？物种真的是在几千几万代的自然选择中一点点渐变的吗？真的，我一直更愿意相信骤变论。恐龙变鸟可能也是在天地巨变的一瞬间，10几20代就完成了这个过程。而人类的出现呢，会不会也是在某场灭世洪水或者史前巨灾以后，短短5、6代就出现了呢？因此，物种出现真的是靠所谓的自然选择、无目的、无方向的一点点试错吗？可能这背后有谁控制着一切吧。真当天地巨灾来临的时候，被他眷顾的物种，他会让它立刻突变，一代成神；而那些不被他眷顾的物种，也就那样吧，随着巨灾毁灭吧。很显然，人类、鸟类这都是被他曾经眷顾的物种。而100年前忽然一代成神的边牧呢？会不会也是他为下次巨灾而提前准备的恩宠？我们已经不再被眷顾，就像 BBC 曾经拍过的一部纪录片一样，纯种狗的悲哀。数百年来，我们对狗狗进行了多少丧心病狂的育种，可最终全都是狗狗们痛苦的畸形和先天疾病。好了，不扯远了，这些脑洞又悲剧的故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这就是边牧的来历。1893年突然出现的始祖老麻。可毕竟边牧为什么这么聪明，我们不能用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代成神敷衍了事。接着我们再来更科学的剖析老麻背后的历史，看看它背后是否又有什么更多的基因沉淀呢？有关老麻的故事，我们大概要从距今2000年前说起。当时英伦三岛孤悬海外，很可能这里没狗。然后欧洲大陆这边呢，崛起了强悍的罗马帝国，罗马以狼为图腾，因此培育出各种战犬、猎犬、运输犬。这些古罗马狗狗们呢，于是就跟着罗马大军的脚步来到了英伦。700年后，当北方的维京人又开始入侵英伦，这时很多北方狗狗们又跟着维京人的龙头船进入了英伦。于是咚了一下，罗马犬加维京犬在英伦一结合，我们就看到了这种多乐氏犬，它叫做英国古代牧羊犬。英国人开始用它牧羊了，所以为什么古罗马犬加北方维京犬就能变成会牧羊的英国犬？有人解释说，很可能其中这又混入了各种波兰牧羊犬、欧洲长毛牧羊犬的基因等等等等。总之，到了18几年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女王很喜欢苏格兰那边的英国古代牧羊犬，
于是宫廷驯狗师们就开始帮女王培育出很多如今象征着高贵气质的苏格兰牧羊犬。接着，如果要问老妈祖上8代究竟是什么基因，那么大概率就是苏格兰牧羊犬和各种英国古代牧羊犬的血脉。这股血脉当中主要有3大基因来源：第一，古罗马猎犬战犬的囊性基因；第二，北方维京猎犬战犬的狡猾基因；第三，各种欧洲大陆牧羊犬的打工基因。于是就在这3股基因的大熔炉中，1889年，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边境的伍德豪斯地区，一个叫做亚当·特尔夫的牧民就开始琢磨自己要培育出一种更适合放牧的好狗。需求有3：第一，现在的牧羊犬控羊全靠吼，看上去威风，可好几只一起吼，他们根本听不清主人说什么呀，完全是乱控乱放。可牧羊犬不靠吼，那究竟要靠什么来威慑羊群呢？第二，这条好狗还要足够聪明，最好能够帮主人做出很多提前预判。比如像这样驱赶羊群的过程中呢，边牧突然越过栅栏，主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要干啥了，结果下一个路口原来是他提前预判，自主赶在羊群之前来到了下一个路口，守着羊群别乱走。第三，这条好狗还要急如闪电，耐力绝佳，因为它可是要漫山遍野赶羊的，就像球场上的朴智星一样，最好是每场1万米常常跑不死的铁肺。哦，对了，朴智星的爆发力有点弱，最好是罗纳尔多那种爆发力。如果你做过开发，你把这3个需求提给程序员，你看程序员会不会把你宰了？但谁曾想，亚当那会儿提需求的程序员，可能真的就是亚当他爹上帝吧。老人家一听，也确实觉得需要给人类这个不靠谱的物种加一个高智商备份，于是一个响指一打，人间亚当这边呢，随便拿了2条土狗一杂交，就生下来了老妈，竟然完美符合这3项需求。不靠吼，究竟靠什么威慑羊群？上帝说了，别忘了我当年造狗的时候就用过狼的基因，狼威慑猎物靠吼吗？当然不靠啊，狼靠眼神。所以老妈一生下来就靠眼神和囊部囊汁放牧，这一基因延续到了今天所有边牧的身上，不仅能放羊，还能放杀伤力巨大的鹅，甚至一言不合还会用囊部囊眼放人。接着第2点需求，上帝也说了，不就是聪明吗？这个好说，可能你们还不知道，我当年造你们的时候用的就是 CTNNDQ 基因，这个基因好用啊，加一点就有独立思考、推理和模仿的能力，我给它加了不少了。最后第3点需求，既要跑得快，又要跑不死，这难得倒上帝吗？总之，一顿神鬼基因操作之后，老妈以及他后来所有的边牧们，就成了今天每天都需要狂奔2到3个小时的疯狂物种。就这样，老妈诞生了。随后的英格兰、苏格兰边境的牧民一看，这太强了，于是纷纷带着自己的母狗前来求种。接着呢，预计老妈这一生一共留下了200多个后代。随后，这些后代又带着上帝的3大基因，纷纷从苏格兰、英格兰边境走向全世界，走进了千家万户，变成了如今的边牧——苏格兰、英格兰边境牧羊犬。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聊完了边牧，后面还有哈士奇、柴犬、田园犬，你都赶紧安排上啊！